在新加坡赚新币、花新币，会比在吉隆坡赚马币、花马币更负担得起吗？我觉得在新加坡会比较负担得起，因为它的食物，如果是同样 compare 都是菜饭的话，这里会便宜一点。然后 grocery 的话，这里我也觉得会便宜一点。疫情之后，我真的能感受得到很多东西，尤其是饮食成本这一方面，真的是提高很多。可能38%都有可能。我们在吉隆坡的话，一对 couple 需要10,000马币以上，这样才会比较舒服。1万块还不算是特别的富裕的一个状态。不算，真的不算了。早前，一位曾在吉隆坡生活的马来西亚网友在脸书分享说，新加坡非常便宜，言论一出便在网上引发热议。如果比较当地赚当地花的物价，新加坡会比吉隆坡更负担得起吗？据我们在社媒发起的一项投票，64%认为新加坡的生活成本更可负担，只有36%认为马来西亚更可负担。为了解在两地都生活过的马来西亚人怎么看，我找到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张雪璇。她在吉隆坡读完大学后，曾在当地工作7个月，薪资接近吉隆坡薪水中位数。为追求更好的发展，她在2024年独身来到新加坡闯荡。当时的薪资大概是马币3000至马币4000这个 range 里面，还没有扣那个 EPF。我觉得如果本身是没有租房子或者车贷这种，其实是 OK 可以 survive 的。But 如果很像我这样，如果是有还房租 ，then 可能吃方面就比较需要节省一点。我在新加坡的工作还是跟以前的领域一样，也是 QS， 然后薪资也是3000至4000新币。我觉得在新加坡会比较负担得起，因为它的食物，如果是同样 compare 都是菜饭的话，这里会便宜一点。然后 grocery 的话，这里我也觉得会便宜一点。如果我买 shampoo conditioner 在 Malaysia 的话，我需要 RM50我才可以买到。但如果再加牙膏之类的，可能加起来会有80马币左右。在新加坡的话，我就用12新币，我就可以买到一个 conditioner 的一个 shampoo， 然后可能再加牙膏的话，也大概是25至30新币而已，一模一样的产品。我家附近的 food court 有很便宜的 spaghetti， 是3块新币就可以买到。But 这个我不觉得3块马币可以在 food court 买到spaghetti 啦。来自柔佛州的叶嘉怡，2017年在新加坡从事银行销售约半年后，因工作不适合自己，跟随丈夫到吉隆坡发展至今。作为没有孩子的双薪家庭，叶嘉怡还是深切感受到吉隆坡越来越高的物价。疫情之后，我真的能感受得到很多东西，尤其是饮食成本这一方面，真的是提高很多。我觉得18%到28%，可能38%都有可能。在新加坡的杂饭可能4块到5块你就可以吃到了，但马来西亚是不可能的，最低2菜1肉，10令吉到15令吉之间，可能都会超过，都有可能。我们在吉隆坡的薪资是处于薪水没涨，但饮食成本这一些都涨，所以如果说我想要有比较过得舒服的一点的生活，就是例如说我早上起来我想要去一间咖啡馆，想用一杯咖啡，是需要思考的。所以这个是我的 lunch set 咯，主要是这个 ice cream， 这个 mushroom soup 跟这个是一个 weekday special 的 lunch set 17令吉90 cent， 这个鸡胸肉是5令吉，然后这个是8令吉。但因为我跟我先生很喜欢吃，所以可能是介于到1500到2500之间。如果是在 Malaysia 做工的话，可以 consistently 存到的钱，通常都是存到个20% 左右。在这里存钱存得到的比例
会大概高个10至15%，最大的话一定是房租。当时候我是租一个 partition 房，所以会比现在的来得小。当时的房租是500，现在我的房租是820新币。第二个就是吃方面，因为我没有自己煮，所以可能吃方面就花比较多。我觉得那个食物的差价还有 grocery 上的差价，其实是可以 offset 那个房租，不能讲完全，但是可以 offset 一部分。We see in the consumption patterns data that we have in our study. So for Singapore, the top three is housing, transport, and recreation. So for housing, rents and utilities, it's 14.77%. For transport, it's 13.16%. And for recreation, it's 10.4%. So at the top of it is food and non-alcoholic beverages, which is 19.74%. The next highest is housing, rents and utilities, which is about 13.5%. And then the third highest is transport, which is 11.89%. KL have to spend a lot more of their income on what you might consider essentials compared to Singapore. 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富裕的话呢，它花费在一些必需品的全消费的占比呢，就会越来越少。当一个人他越来越富裕的时候呢，他不可能说一餐吃10碗饭，对吗？他最多就是吃的比较好一点。薪水越更高的话呢，他又会想怎么满足他一些精神的需要，所以他就会开始想我可能就把多一点钱花在娱乐。现在因为是属于事业的初创期，所以我的薪资没有办法告诉说一定有一个很确切的数额，应该是大概介于5000到8000马币之间。可能如果乐观一点说，我可以存到38%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但如果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在市中心为主的话，像我们这年龄的，我需要多另外一份工作来提高我的生活品质，这样。就例如来说，在马来西亚蛮多人都会做直销啊、保险啊、卖地产。我们在吉隆坡的话，一对 couple 需要10,000马币以上，这样才会比较舒服。我们大家每次会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1万到1.5万，可能2万马币都 OK， 都才比较舒服。如果你没有孩子的情况下，2万块还不算是特别的富裕的一个状态。不算，真的不算了，真的。主要最大的差别就是赚新币的 purchasing power 会高一点。For example， 100块马币你只可以买1件 Uniqlo， 但100块新币你可以买2件。在新加坡工作之后，可以去 afford travel 的次数会高一点，然后去 travel 的时候可以花的更多一点。Affordability in Singapore may not be lower than in Kuala Lumpur. Affordability isn't just about cost, it's also about whether people can cover their daily expenses based on their income. The median wage in Singapore is at least 6 times the median wage in Malaysia. Singapore is ranked number 8 and Kuala Lumpur ranks number 79 in purchasing power. So this means that despite Singapore's higher cost of living, its residents can afford more goods and services than those in Kuala Lumpur. 即使撇开兑换率的前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新加坡家庭的每月平均开支占月均收入的约38%，但吉隆坡家庭的月均开支却占收入的约59%。不过，英国经济学人智库2023年发布的全球生活费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过去11年9次成为全球最贵城市，这又是为什么呢？所以呢，我们必须退一步，就是考虑到这个 EIU 的这个调查是为了什么而做的。那它主要呢，就是为了协助一些跨国企业在就是衡量他们应该给这个外派人员多少的生活补贴而设计的。Expatriates are assumed to follow a more expensive consumption preferences, preferring high-end products which significantly drive up living costs. So this distinction explains why Singapore is ranked number 6 most expensive city for expatriates in our study.
but drops to 55 for ordinary residents.